女侠姐姐。哦，义兄，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个树林太绕了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不知怎么的又给绕回来了。那你现在听我的，跟着路上穿着霍家堡仆人衣服的人跑，他们往哪儿跑你就往哪儿跑。不行，这里这么乱，我怎么能把你和义兄留在这里啊？殿下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哎呀，不够。现在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自己一个人挺危险的，我们先把他送出去。好。他们来了。你给自己取名叫梅梅，这首曲子叫《寒鸦声》，看来你与这乌鸦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可不是嘛，眼下就生动地演绎了一出什么叫做冤家路窄。你要干嘛？我知道，不许打架，不许动内力。可是阿飞，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是必须自己亲自动手的。可是没有钥匙了。我自有办法。小皇孙，哼，你们俩在这儿窃窃私语说什么呢？中了透骨青，还能活到这会儿，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哟，原来是个多情种，舍不得死。楚中官既然清楚，那就必定知道今日你我之间不能善了了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义兄，殿下，殿下，小皇孙啊，不，殿下。这陈家夺了你萧家的江山，你却给人家的小皇子卖命，简直愚蠢至极。那楚中官呢？你出卖了我父亲，杀了我叔父，卖主求荣。这几年在地下山庄过得可还好？楚中官既然认出我是谁了，那么今日新仇旧恨一并了了吧？好啊。都说这推云掌风华绝代，在我看来就是蠢人的功夫。你的老师误了你，教了你一身妇人之仁。怎么，今日想用这柔弱的功夫和你借来的内力跟我斗？殿下，别冲动。阿飞，该你了。好刀法，有意思。阁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无名小卒，不足挂齿。开了。找到了，周姑娘，找到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快走！子琛，接刀。
回去好好读书，以后别搞乱七八糟的，浪费时间。义兄，快走，拉他走。走不，义兄，义兄，放开我！周姑娘，义兄，走啊！快走啊，小主！哟，小皇孙，你好气魄呀！怎么不带着姑娘一起走啊？他不归我管，而且他也不会走。楚主官，既然你执意不肯走，那便留下吧。好啊，那我就陪殿下再玩玩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就放心吧，有周姑娘在，谢公子不会有事的。刚才那送咱们走的，便是周匪周姑娘。啊，是啊，她刚才挥刀的样子，当真是风华绝代。殿下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殿下，走吧。少主，快走吧！走吧，少主。内力，就是要跟你一命换一命。楚主官，把命留下吧。虽说是妇人之仁，但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如果没有门第之分，今日咱俩的交手可算是近20年最值得一看的较量。只可惜，你身上还有一层透骨青啊。前些日子，你已经在48寨发过一回功了，这毒性会跟着你毫不收敛的用力，而渐渐越发来势汹汹。接下来，你就是关节凝滞，血脉堵塞，然后就……这得多亏了连胜，要不然今日我还真从小皇孙身上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你敢让他动内力，今日我必定不会让你生离。
我是大药谷唯一的传人，我是硬核从。当年我大药谷叛徒连胜，投靠了你们地煞，引得你和沈天树血洗我大药谷。今天我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。不过也多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把他逼得如此狼狈，我也没有这么轻易就得手。硬核从，你阿飞，谢远，背过去，他手里的迷雾有毒。这叫做凝露，是一种蛇毒，把它制成粉末，一遇水汽便可化作无色无味的毒物。刚才你们打斗的时候，楚中官可是吸入了不少。这种毒，内力越高的人发作就越快。楚中官果然名不虚传啊！谢远，你没事，我没事。这个给你。什么？这是凝露的解药，刚才你肯定也吸入了一些。我知道，江湖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论你能力大小，出身如何，只要淬了毒，那就先落了下场。这瓶凝露我做出来3年了，一直没有机会用。今日要不是你们把他逼到穷途末路，就凭我那点微末的本事，他一走进这林间就能发现我。所以，是你们帮我杀了仇人，我欠2位一个人情。怎么只有1颗？你怕吃不饱？哦，他不用，他身上有透骨青啊。透骨青乃是天下奇毒之首，他身上有这尊大佛坐镇，百毒不侵啊。别说是吸入了凝露，就是把我的凝露直接装到海碗里给他喝，那也毒不死他。叶公子，老家能不能用这种尊者收透骨青吗？不过，我先前就同你说过，他时日无多，再加上这次又强行用内力疏通阻塞的经脉，算是毒上加伤，谁也压不住。反正我是没办法。你刚才不是说欠我们俩人情吗？拿什么还？还，一定要还，但得是我做得到的事儿。譬如你让我解这透骨青的毒，我就做不到。对了，还有最后一法值得一试。距此2里外，有个菩萨庙，你们可以去那儿拜一拜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你不是大药谷的传人吗？连个江湖庸医都不如，简直是浪得虚名。我是大药谷的传人，可我不会救人。当年师傅讲药理的时候，我总是偷着溜出去玩。后来大药谷3000典籍被连胜与玄雀劫掠付之一炬，只留下我这么个不孝弟子。我不是什么药谷传人。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我就先走了。阿飞，一派一人，都有其数，都有其时，是没什么。
去哪儿啊？去求菩萨。你说，如果你是我，哪怕最终功败垂成，也能比得上也。20年后，还能顶天立地。这话我信了。如今不成就是不成了。你那说好的顶天立地呢？要真是狗鼻子，可就是食言而肥了。闭嘴！好，美人儿，我就喜欢你这副到死如铁的性质。你先把我放下来，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给我少说2句。阿飞，很多事情，譬如生老病死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。别说了，不信这个。阿飞，以前同你说要你做王妃的话，是骗你的，不当真。别做梦了，谁要做你？因为我也不想做什么皇后，当什么天子。其实我想过，自己会死在何时何地，又该葬在哪里，才能魂归故里。但是这会儿，我不想回什么剑阁，我想跟你去48寨，去个随便什么的地方，生着个山野犬夫，死成个山鬼灵媒。闲了就骑骑你，爱大了就跑，跑个10天半个月，等你气消了再回来。每日受气，也没有怨言，因为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江湖险恶，日后难免在于强敌。不论你是神功几层，生命几丈，自送在黑牢里，你带着一些瓶瓶罐罐回来，跟我说交代重要。那时起，你就是我心里的天下第一。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欠你那把都还没还。阿飞，今日暂别，20年后我仍去找你，要一言为定啊！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赤血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
君原谅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是爱为何这呼与你唤起不曾怕，灯火听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赤血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君原谅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挚爱无话。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我在哪？小姑娘，你这命是捡来的吗？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呢？你中了蛇毒，自己不知道吗？兜里就装着解药，偏不吃，怎么，想试试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是不是？这说话不正经的口吻，怎么那么像谢大哥？谢大哥，谢大哥呢？慢着点儿，慢点儿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个慌里慌张的小施主啊！大师，那个跟我一起的人呢？阿弥陀佛。姑娘，你要往何处去？老衲送你一程。我应该去哪里？要做什么呢？大师，你有酒吗？老衲倒不曾预备。船棚上挂着个水壶，里面煮了些水。姑娘若是不介意，可自取饮用。药的味道。咱们已经出了零陵城，再往前走就彻底离开了这方地界。你想好自己要去何处了吗？零陵城，我该回客舍找李安、李胜，别让他们担心。可是找到以后呢？继续查海天一色，但他人已经不在。想不出来也不要紧，你记得自己为何而来便是了。可是他已经没了。不对，不对。我帮帮您吧。你会划船吗？您教我呗。这玩意儿怎么往前走啊？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是为什么而来的？想通了，就知道该怎么往前走了。
难不成我遇到了一个疯和尚？你所说的那人，不过是途中一段起落聚散皆无常的缘分。既然是偶遇，又怎么能说是为他而来呢？刚开始，我是为了长辈交托的义庄跑腿的事儿上路的。不对，老衲别的不知，只知道跑腿不过一段路，跑完就完了，不是开头，也不是结尾。你呀，必然还有别的来意。我没有别的来意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回下山。平日里就是在山里随便练练功，哪有什么开头结尾？在山里练功，那么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喜欢啊。既然是跑完了腿，又没找到人，回去继续练功，岂不理所当然？为何跟我说不知往何处去？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练功是为了什么？最开始只是为了博大当家一个点头，而后来，这是破血刀重出江湖后，其刃下第一道亡魂。就算只剩我一个人，我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回48寨。他一出关呐，便遇到了地煞攻打霍家堡，那女侠凭一己之力，力克了地煞，杀了鹿犬煞，一路直奔衡山，冲出了一条血路，到了衡山，引出了青龙主大魔头，斩杀于衡山脚下。为了先祖的刀吧。双刀一剑控龙手的故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这些不孝子孙，拿着先人留下的刀剑，苟且尚且艰难，太窝囊。我总觉得不该是这样。宁门之后，是了，家里眼下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如今霍连涛一死，往后丁魁之流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我得回去，把这些事跟大当家好好说一说。还有海天一色。大师，麻烦你送我回一趟零陵城外吧。你去船棚里看看。身凡景英雄老，梦中山花如飞，如见故人红袖照，有情那一句交代，比性命重要。不有江湖之愿，月不临那庙堂高，只有这虚足够，爱你为报。
大师，他现在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老衲只能以银针服以一些药物，来吊住他的小命。究竟该如何驱除这透骨青之毒？我们几个老东西好多年前便开始琢磨了，至今也是没什么眉目。唉，老衲听说推云长重现江湖时，便觉着不好，一路找过来，不料还是晚了一步。这老和尚似乎与谢大哥熟识，是特地来找他的吗？敢问前辈您的法号是？可算想起来问了。你不如再好好想想，还忘了什么？老衲只是个云游四方的野和尚，法号同名，想必啊，你也没有听说过。这是谁啊？还真没听说过。那不成器的后生，便是我的弟子。不过，他虽出自我门下，却是个俗家弟子，也不是什么带发修行的。他小的时候自作主张剃过头发，只是我知道他一身尘缘，便没替佛祖收他，没人理他。几年过后啊，他自己觉得怪没意思，又自行还俗了。大师，我终于知道他这啰里吧嗦的习惯是跟谁学的了。谢大哥，他跟我说过，他有一位师叔，将毕生的功力都传授给了他，所以才压制住了透骨青。用极雄厚的内力将透骨青封在他的经脉中。当时是我亲自下的针。那时我便觉得此计不过权宜，不能长久。再者，安之这孩子天生情深，叫他一直冷眼旁观是肯定不能的。安之，他一个师叔给他取的字，没告诉你吗？他告诉我的是谢梅梅。前朝突发兵变，安之尚在襁褓之中，是一个老中官将他抱出险境，遇上了我们。师傅，我为什么不能出家呢？我师父是个大和尚，我就应该是个小和尚啊。遁入空门，是看破红尘。安之，你知道什么叫红尘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没出息，想逃避责任。我为什么非得要有出息呢？我又不能决定自己是谁的儿子。我要是能决定，就不当父亲的儿子。那你想当谁的儿子？打鱼的、撑船的、挑担的，都可以。这样我就不必读书，也不必练功。等将来长大了，我可以卖力气为生。当个跑堂的或车夫，跑堂的可以耳听八方，车夫可以走南闯北，岂不比现在快活？阿弥陀佛，师父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只看到海边那些卖苦力的娃娃们自在，却不知道他们这一辈子快活的时光只有这几年。一旦身子骨开始抽条，便要替家里干活。挑担的要挑一辈子的担，撑船的要撑一辈子的船，日日起早贪黑，糊口尚且困难，遑论听风赏月。身后一家老小都是石头，沉甸甸地压着你，让你病不起，死不起，只好低着头往前奔。这还是太平年间，
倘若有个天灾人祸，那便更惨，夭折的比活下来的多。你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阿弥陀佛。他们在想，我为什么不是公子王孙？那些女娃娃们更苦，幼时祈求父母垂怜，不要将骨肉发卖；挣扎着长大出嫁，要祈求婆家垂怜。生死祸福全部由己，这是生而为人，拖上了牛马的命。你又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生老病死，此乃生之苦。凡人奔波半辈子，都是为了挣脱娘胎里带来的命。哪儿是那么容易的？你单知道自己的苦处，却没见过别人的命啊！师父，世上可有不苦的吗？那都是有大造化的人，有父母长辈顶着锋刀双剑，他们才能一生下来就是自由身，是前世修行来的。你我没这个福分。小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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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呢？小殿下，小殿下，小殿下，你可不能胡闹啊！小殿下，你要是出了家，萧家江山可怎么办呢？小殿下，你的父亲还有先皇都在天上看着你呢，小殿下。你快出来啊，小殿下！你出来啊，小殿下！总算是喊累了，闭了嘴了，到最后还不是我赢了？王中官，我给你带点野果子润润嗓。王中官。老奴仅余残存之身，身负主上所托，罪无可赦。倘贵人们垂怜，千万勿要立碑祭扫，再舍老奴的身后之福。只愿烧成一把灰，撒进东海，这样老奴就能一路向北，飘回故土。你别吓唬我，你过来好不好？师傅，快救救他！阿弥陀佛，众生皆苦，愿施主解脱苦海。自那之后，他就仿佛变了个人，学文习武皆是一丝不苟。原本我们以为他走出蓬莱，
便永无归日。谁知我们很快再见到他，那时他已经身中透骨青。早知如此，不如当初让你师父带着你出家。师叔，你别难过，我现在反而觉得轻松得很。我现在就要用内力把透骨青锁在你体内，可保你无虞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和人动武。怪不得他总说他自己这条命来得不重不小，可这些哪一样由得了他呢？姑娘，那确实有些事要劳你相助了。不过这一日你经历了大喜大悲，心神不定的，不妨稍歇一会儿。这事儿啊，也不急在这半日。大师，大师，他现在这样，当真没有办法了吗？透骨青之毒，天下至寒。自他中毒之日起，我们几个老东西便开始琢磨了，至今也没什么眉目。但凡是毒，总要有个来由。给他下毒的连胜不见了，我便去找他师傅。若他师傅也死了，我便寻上他师门。我就不信这天下奇毒就是凭空冒出来的。你说的不错，这透骨青确实有来头，而且来头不小。我查过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，得知这透骨青本是大药谷药王经中的百毒之首。若要能找到这本药王经，或许能看到其中的解药配方。那药王经在谁手里？我去哪儿找？可惜，这药王经恐怕早就不在世上了。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《药王经》的作者名叫吕润，也是一位天纵的英才，一生穷尽读术医术，写成了这本《药王经》，是大药谷的镇派之宝。只可惜，在那场浩劫中，付之一炬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。这事儿，怪不得你是安之的命，也不应该包养到他头上。这种因果，我不认。哼，你这丫头，刚刚还伤心的找不着北，
这么快就缓过来了吗？既然大师出手了，就说明还是有希望的。否则您不会对我说这一番话，对吗？你心地纯良，难得对贪嗔痴之苦却看得这么透。大师说笑了，只是我贪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罢了。这小子总说他命不好，我看未必。大师，您跟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现在总该告诉我，您所托之事是什么了吧？我不日便要带他回蓬莱去了。若要救安之，老衲只能先用三味汤吊着他的性命。三味汤？三味汤共3剂。老衲这些年在中原行走，就是为找些散落各地的驱寒圣物。如今已经配出了第1味，待他回到蓬莱后，就给他喝下，能暂时保住他的心脉不冻结。3个月内，再喝下剩下的2味汤，或许他还有机会醒来。可这药引要用天下炙热的毒药来以毒攻毒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啊！实在不知是否能寻到，只能看缘分了。那他喝了是不是就好了？3味吊命，只是治标不治本。老衲实在是才疏学浅，翻遍药典，也只能想出这权宜之计。3味过后，我明白了，大师，您只需要告诉我，这些驱寒圣物该去哪里找呢？算来，西北极寒之地的火莲不日便要开花，这是10年1次的机缘，连生9地，9朵长成便是最佳摘取时间。若是错过，这又是一个10年。且看你能不能赶上了。火莲我一定拿回来，让他一定等我。丫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使踏遍人间，最后依然可能遍寻不到，结果仍是一场虚妄。之前我背着他行走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万念俱灰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还有解救他的方法，纵然很艰难，但那也是一线希望，不是吗？周小友果然是玲珑剔透。孩子，去看看安之吧。不，等我拿到火莲再来看他。嗯。这丫头，哎，你忘了这个？这是多少人舍去身家性命都要去抢的东西，你倒好，把东西扔在路边，居然还能忘了。我一路带着累赘，您先帮我收着吧，等我想起来再回来取。年轻人呐，真是不同寻常。
奇怪，他不是刚死吗？怎么就跟冰块似的？谢兄，那个，你活着的时候我没能救你，现在你死了，我拿你的尸体去研究透骨青，也算是帮你积些德吧。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啊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您别误会啊。小友，我的徒儿，还是我自己管教为好。啊？死人您都能管教？他没死啊！好了，刚刚输完真气，服了这副药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童明兄，你这一味药能管多久？目前看，最多1个月。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火莲就算你亲自去，也要1个多月，更何况那小丫头片子呢？我相信她。那1个月之后她回不来，那安之，她怎么办呢？这便是那丫头的结束，也是安之的命。3位吊命，能逼出他身上那最后一点生命力，叫他不至于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可吊一次命，就少一簇真火。3位过后，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，那你为何要用这样的火狼之药啊？透骨青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，一旦人衰弱下去，那就彻底没救。就算找回了药王晶，也是无用。那药王晶可有线索？我和他林师叔在中原行走了多年，都毫无头绪。大药谷早就覆灭了，一个传人都没有留下。唉，说不定药王晶早就被药谷当年那把大火烧成了灰了。大师说的没错，那火莲就该在这雪峰的最高处了。我必须成功，他等不到下一次。
漂亮丫头，好久不见。上次灭煞大会匆匆一面，也未来得及叙旧，你便没了踪影。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去做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杀了地煞的那只楚天犬，干得漂亮。可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的肾毒印也被你拿走了吧？我不拿。难不成留着哄你玩吗？那是霍大哥的东西，你抢那个印做什么？哦，难不成连南刀的传人也信了霍连涛那套鬼话，觊觎那老石子秘宝不成？朱雀主，此时若是我们打起来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如我们打个商量，你让我把这个火莲取了，我便让你3掌不还手，如何？笑话！我朱雀主穆小乔什么时候要一个黄毛丫头来让了？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连升9地，10年一开，9朵长成，便到了最佳摘取时间。你不想再等10年吧？别碰火莲！想要火莲，拿肾毒印来换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肾毒印？难道朱雀主不想要吗？不如我们2个联手，问他要。我还就告诉你，在这雪山之上，没有人可以斗得过我陆天旷。哦，地煞雪狼陆天旷，别来无恙。可笑！拿到了肾毒印之后呢？难不成1分2半吗？看见地煞我就恶心。阿飞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醒了，你真醒了。你是只熊吗？怎么穿这么多？这么冷的天，不穿这么多会被冻死的。对了，火莲呢？我还是没有找到火莲。阿飞。安之，安之，他方才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可怜安之这孩子，还是情深缘浅呐。安之，安之，
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我只盼着你能够好好的。可我也与你说过，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但凡在6合之内，凡人能踏足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傻丫头，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别再找什么火莲了，快回去吧。值得呀。哟，刚醒就捉刀，莫不成你还想再打一架？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刚刚共患难过，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这是什么？麝香薯干，我吃剩下了，就顺手做成了肉干。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，你这顿不吃，就算有力气能跟我打架，也挨不过这接下来的风雪。还有吗？你倒想通的挺快嘛。我得活下去啊。哟，刚刚你孤身上雪山，为了那火莲连命都不要了，这会儿子怎么又开始惜起命来？我还不能死啊，还有人在等我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救人就上瘾了，别人的命都比你的命重要吗？嗯？没大没小的野丫头。不是比我的性命重要，而是你有没有过那种，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能让他再和你说一句话的感觉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觉得你武功好啊，这么好的武功应该练了很多年吧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雪山上，挺可惜的。这全天下的人，恐怕都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只有你，恐怕是唯一一个觉得我死了可惜的人。其实你是我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高手。你哭庄唱的挺好听的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唱一段？我怕我会哭。漂亮丫头，吃人嘴短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慎独英是不是在你身上？不在。
你胡说！灭煞大会那天，楚天瑜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了圣毒印，而你又杀了那只老狗，那圣毒印不在你身上，会在哪儿呢？那是霍家的印，为什么要还给你呀？臭丫头，你别逼我动手。我原先以为朱雀主是个性情中人，快意恩仇，没想到原来跟四象山那些妖魔鬼怪都差不多，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海天一色，挣破了脑袋。少把我和那些狗杂碎相提并论。我要拿回圣毒印，只是因为它是霍家的东西，跟什么海天一色的信物没有半分关系。我不信。爱信不信。我听说海天一色里面有绝世武功，朱雀主难道就不想得到吗？我有我的百劫手，足矣。还有什么武功值得我稀罕？我虽行走江湖时日不多，之前听一位长辈说，朱雀主的资质乃是人中翘楚之一，但是年轻的时候戾气太重，功夫学名百劫手，但走的是伤人伤己的旁门。顶峰时期虽无坚不摧，但一旦走了下坡路，便也如江河日下。之前我不信，现在看来像是真的。哦。方才我试探了你一下，见你行动略有凝滞，特别是我抢你肉干的时候，感觉更加明显。你坛中气息不足，百劫手缺了几分果断，否则四象山四圣之手一动，我怎么可能轻易避开呢？你们不都说四象山之手是那什么狗屁郑罗生吗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漂亮丫头，你这是在奉承我呢，还是在吓唬我？嗯？我自己的武功，我心里清楚。我从来就没指望过什么狗屁海天一色。我之所以要拿回圣毒印，是因为它是霍家的东西，我绝不允许它落在小人手里。雪快停了，朱雀主，出了这个门，我们还是要打一架的。漂亮丫头，你心可真大。你这么相信我，就不怕我趁你睡着了把你给杀了？朱雀主不杀长得好看的人。你果然懂我。对他那么重要，他们不会离开的，应该还在附近。漂亮丫头，江湖中人都为了夺那圣毒印，打得你死我活。而你偏偏心就那么大，把它白白送给了旁人。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什么信物，海天一色更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只要它不落到恶人手里，落到谁手里都无所谓。好，既然你对他没有觊觎之心，
那我就陪你演完这场戏。事成之后，你把圣毒印交还给我，我马上就帮你去拿那个火莲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死丫头，你要不想死的话，就把圣毒印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想要圣毒印是吗？自己去拿。哟，你还在这等我呢？没想到你这么听话。马是最赤诚的，万物皆有灵性，更何况马是最忠心不过的。只要你对他好，他便对你生死相许，不离不弃。多谢朱雀主。等我回来，我会去灵灵客舍等你，到时候把圣毒印交还给你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，既然是练了会损害自身的武功，你以后还是少用百劫手吧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我们很熟吗？我的武功损伤不损伤我自己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喂，漂亮丫头，这可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别人，你可千万不要骗我，嗯？嗯。谢妹妹，我回来了，你最好等着我。好兄弟，多喝2口，不够还有啊。姑娘，你是周肥姑娘吧？你认识我？安之这孩子，在昏迷的时候啊，都念着你的名字呢。找到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。周姑娘为了救你，千里奔波，终于取来了这火莲，自己都险些没了半条命。
哟，这么亮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就是累坏了。大约是老天在上，也怜惜你的过往，叫你命不该绝，还遇上了周斐这样的好姑娘啊。夫人，保好自己。算来你也该醒了，只是可惜啊。可惜？可惜什么？姑娘，你放心，安之第2味汤服过后已经好多了。我说可惜啊，是说你来的不巧。那小子服过药后醒过一阵子，本想等你，实在不行了，昨天才刚回去闭关。太好了，那我可以去给他找第3味药，筑迷火尾草了。莫急，筑明草罕有人见。据说，是生长在南疆酷热之地。据蓬莱，尚有1000里之远呢。南疆是小药谷的方向吗？不错。那杨锦既然是小药谷的掌门，想必知道点什么。就算他不懂，也还可以去找硬核丛打听。丫头，你就是再急，南疆10天半月之内也是到不了的，不差这片刻时光。既然准备赶这么远的路，还是养好自己的身体吧。看看你，这是多久没合眼了？再好的底子，也不能这么糟蹋呀。是谁？这小子，别的不行，这眼力是真不错呀。看看，骗来一个多水灵的姑娘，字书可曾读过？五经喜欢念哪一篇呢？我都没读过，不过我爹教过我千字文，要不要我背给你听啊？这不行，卓丫头，你如果再学不会知书达理，可别想进我家门了。哎，你这人真奇怪啊！我又没读你家书，又没吃你家大米，跟我这冲什么淡呗？这个说来惭愧，传说中的蓬莱仙其实有4个人，除了他已经过世的小师叔，到如今剩下一个我，和这个热爱误人子弟的林夫子，还有一个呀，便是救你进来的那位老渔夫了。听见没有？我是你师叔。你是谁师叔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师叔。哎，好好，现在先叫你嘴硬，早晚你得承认。我的刀呢？放肆！目无尊长，没大没小。哎，你们48寨是怎么教的孩子？怎么你和你的妹妹一点都不一样呢？你见过我妹妹李大壮？她是不是闯什么祸了？胡说！那么乖巧伶俐个小姑娘，能闯什么祸呀？哼，真是乖巧伶俐。你确定你说的是48寨的李岩？啊！可惜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护送地图的刘有良，最后还是没能保住秘密。
我和朱雀主有约定，他助我拿到雪莲，这次我定要把那慎独印交予他。这外人抢夺的海天一色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师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，原本这该由安之来告诉你，但现在你若着急知道，可以去问问你的父亲甘棠公。问我爹？等你见了他，自然就会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。哦，你还是见见安之那小子再走吧。我不见了。我怕我一见着他，就走不了了。甘棠公，多谢了。李大当家的送来的，这都能摸出来啊？见笑了。禀报主公，外面有人求见，递上来这个。之前卫兵以为是闹事的，就没敢打扰主公处理军务。我刚才看到，觉得有必要让主公过目一下。什么人这么放肆？啊，没事，叫他进来。来，是。这边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甘棠公在前面军营里。将。甘棠公就在里面。阿飞，爹，哎，阿飞啊，爹怎么觉得你长高了？爹，你好久没有见过我了。阿飞，爹上次没有带你下山。还在怪爹吗？爹知道，我家阿飞最坚强。快给爹说说，这段时间你都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，进屋再给您说吧。怎么了？爹没事儿。这几天呢，风太大了。您都瘦了，爹能不瘦吗？这边不像山上，那边有你娘亲自给我打的野味，采摘的时蔬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你还穿着娘给你做的这件破衣裳呢？哎，这可不是破衣裳啊，你娘做的衣服啊，最暖和。这就是百姓口中所称道的安平君吗？乱世之中，总有人要挺身而出。
我突然理解了他，理解了娘，也理解了谢北。来，爹送件礼物给你。爹，一见面就送见面礼啊？你这丫头。看看吧。这把刀叫碎遮。没事的，爹，您别担心。江湖上一般的人物早就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，地上我也遇上不止一回了。还是爹对我好，知道我一直缺刀用。其实爹啊，一直想给你找一把顺手的宝刀。可是这么多年江湖动乱，这世上留存的宝刀已经越来越少。我也托很多人找遍了这上古宝刀，可是适合你的却极少。留下来保存完整的，要么就资质平庸，资质不平庸的又往往带着不祥的传说。直到我遇见了他，哎，爹觉得有意思了。这把碎遮呀，并非出自名家之手，因为他的锻造者吕润，生前只留下了这么一把刀。这个名字听着有些耳熟啊。相传吕润是鬼谷的最后一位门生，精通兵法、医术还有武功，是前朝的一位大有名的人物。吕润将他毕生所学呢，传给了3位弟子，一位呢成立了大药谷，一位开创了奇门，而他最小的一位弟子学习了兵法，入了仕途。相传这黄沈边就是他的传人。黄沈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吕润，药王经，大药谷的药王经。没错，就是吕润所作。黄沈边也是他的徒孙。爹，黄沈边是不是跟海天一色有什么关系啊？您知道海天一色的秘密是不是真的？阿飞，这海天一色的信物，你见到多少了？如果说海天一色信物是水波纹的话，那我见过48寨的金镯子，殷沛的山川剑鞘，还有吴楚楚的长命锁，哦，还有霍老堡主的慎奴印。这么说，你离开起海天一色，又往前跨进了一步。我只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这4个字仿佛阴魂不散地缠着我，每次他一出现，就牵扯我身边这么多条性命。舅舅，陈飞师兄，纪大侠，还有谢雨。阿飞，谢允就是你说的这位朋友吧？爹告诉你，其实这海天一色，他的阴魂缠的不是你，而是他。怎么样了？暂时稳住了，但寒气早已入骨，5脏6腑
都快被冰封住了。你放心，他偶尔才会苏醒过来。咱们说话声音再大，也不会惊动他的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！你笑什么？你说这臭小子要是病好了，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偷偷跑出去，搞得鸡飞狗跳，一片混乱啊？少年心性嘛，有谁愿意陪着咱们几个老头子，留在这鸟不下蛋、狗不叫的孤岛上，啃干馒头呢？可是人家的孩子在外面没钱花了，早就回来了。哎，你说他没钱了也不回来，到处乱跑。他从小锦衣玉食，什么盘缠银两，他完全不懂。哼，这样也好。未碰过壁，又怎会懂得人间疾苦啊？也是。没想到带了这么多钱出来，还这么不听话。这么多钱，谢谢谢谢谢谢！你看这些，能点点什么？能来3两酒加半斤白肉吧？行，就要3两酒，半斤白肉。好嘞。这最后的盘缠也用光了，往后怎么办？哎，我说，后来那个红尘女子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跟那个名门公子在一起啊？好着呢，哎，都找了小妾了，在家里都相夫教子呢。切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这能在一起吗？哎，什么呀？真是！哎，给点赏钱，哎，给点赏钱，哎，给点赏钱呢你，哎，你们这些人呐，听完了就跑，哎，简直是！哎，老人家啊，我说你这个故事讲的也太随意了吧？你也会讲故事？我说啊，你口中的那个名门公子，本就应该是一个风流的主，怎么可能会因为红尘女子而性情大变呢？那红尘女子啊，好不容易嫁到了名门公子家中，本以为能够求人得人，却没有想到，那位公子得到了却又不珍惜，最后让小妾独守空房，郁郁而终。你讲这个故事也太悲情了吧？这世道，太完美的故事，有谁信呢？小的几天没吃饭了，给点钱吧。我也没钱啊，我也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你白天啊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啊？哎，你给我改的故事啊很受欢迎，让我大赚了一笔。我卖艺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赏啊！你呀，要是想赚钱的话，可以试试写词、作曲，啊，
写词曲也能赚钱啊？对呀。哎，据说有个神秘的戏班，叫羽衣班。行好了，公子。你要把曲和词写好的话，他们会给你派漂亮的姑娘来跟你讨要，还有更多奖赏哦。行，那我去试试。哎，好啊！天哪，天哪！写词曲也能赚钱啊？可以。哎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起来！你出门就碰见你挡道，真他娘的晦气！小的只是在门外小憩，并非挡在门口讨嫌。哎，大哥，没什么大事，消气儿，别打了啊！臭小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人家不就想讨口饭吃吗？你不给就不给，干嘛还打人呢你？要饭的冲了老子的晦气，你还想打抱不平？就你一个人啊？想打抱不平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兄弟们，快！别人跑了，给我打！哥，有人欺负我，追！别跑！别人都跑了，给我打！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浇花鸡。哎呀，等下你先尝一口。好。来，这样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这样。好吃。哎，怎么样，日？好吃。真香。这位官爷，我们也没犯什么事儿啊。不用害怕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进去找找。是。安之醒了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啊，慢点。安之，你身体太虚弱，不能乱动。我刚才梦到阿飞来过。是啊，阿飞姑娘确实来过，给你送完药，取走了肾毒印，
便离开了。他也喜欢对海天一色不闻不问，拿走深度印做什么？阿志啊，在你昏睡的这些时日，真是天翻地覆啊！你不知道，刘有良现世，海天一色恐怕要重启了，江湖上又该是一片腥风血雨了。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师傅，这次我还能醒多久？还能等到阿飞来吗？25年前，我朝的叛将兵变时，黄神鞭为了保存我朝的实力，就把宫中大批的宝物全部运往宫外，还找了几大高手护送，藏到了大药谷附近。这批被藏的宝藏，就是传说中的海天一色。那天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王林啊，曾是这黄神鞭的副将，当时掌管着安平军。我朝兵变时，他正在外带兵，未曾参与，所以不知详情。后来黄神鞭身死，这海天一色的秘密，不知为何给泄露了出去，这才有了最后的殷文兰身死，大药谷被屠。王陵这一生一直想找到这批宝藏，以做复国之用，只可惜啊，苦于没有线索，无处可寻。王林身为副将，他都不晓得全部线索，那地煞这些人，怎么会比他更清楚呢？因为地煞中的沈天树，曾经是我安平军的人，所以啊，现在弄得江湖上人尽皆知，这海天一色的秘密，都算不上什么秘密了。爹，海天一色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难道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可以逆天改命吗？你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东西能让江水倒流，死灰复燃吗？海天一色里藏的是什么，爹并不知道，而且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人知道海天一色的真相，但是爹却相信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逆天改命，否则的话，我朝为何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？这海天一色里面所藏的，只不过是人们的贪念罢了。我终于知道，谢允为什么对此一直避之不及了。有些东西啊，是宿命里带来的，就算是他想躲，也躲不掉。行，爹，海天一色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要救谢允。等他醒来之后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要帮他完成。慢点下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画画。画什么呀？我要画画给阿飞，等到下次来的时候给他看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